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外贸企业银行账号被大量冻结的调查报告。这是我的调查。那么虽然我没有在中国，但是我还是进行了一个调查。先说新闻，9月份之后。中国来自外贸行业里面传出来很多的投诉，有很多人他的银行账号被冻结，冻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些外贸企业的这个银行账号完全没有无缘无故被冻结啊。那么，在圈子里面大量出现冻结的情况，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银行账号被冻结的原因，而且有些人说他们的朋友圈里面天天都有厂家通知被冻结了啊。那么有一位账号被冻结7次的外贸从业人员，他说，就是说他那些警察呢，可以在电脑前面冻结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存疑的账户，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是哪家银行，而且和你的银行有关联的这些账户都有被冻结的风险。这个其实我早就说过啊，那其实公安也好，国安也好，这些执法部门他们早就有，当然包括人民银行啊，早就有这个一个终端去冻结所有人的账号，不管你在哪里，而且它可以是穿透式的监管。就是说你用一个身份证，它可以一口气找到你在所有银行里的账号，这已经全部是已经你在银行系统里基本上是透明的啊，是透明的，这个大家不要有疑问啊，这早就已经实现了的啊。那么这个网上的消息还这么说，他说呢，这个从各地上传的银行截图来看，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况非常类似。我总结了一下这个情况啊，那么从冻结银行的账号来看，主要来自哪里呢？浙江义乌啊，这个外贸从业人员所在的地点大部分集中在浙江义乌、广州、深圳、上海、福建泉州、福建厦门啊这些地方。那么冻结的金额有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啊，都有啊，各种金额都不等。然后呢，冻结的银行账号呢，以农业银行的账号为重灾区啊。执法就是公安执法，冻结银行账号基本上异地执法，很少有本地执法，都是异地执法。那么异地执法，公安来自于哪里呢？河南、西藏、内蒙、重庆、兰州、云南、新疆啊，来自这些地方的公安啊。那么冻结这个银行账号冻结的情况，有的冻结3天，有的冻结了半年，有的要求支付15%的罚款，有的要求你去当地交一笔这个行政罚金，有的罚金高达30%。那么有一个叫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人，那个就是被冻结了7次啊。他的经验，他发了一篇长文啊，讲自己为什么银行账号会被冻结，冻结之后需要做什么，那么等等啊。那么而且他不仅他的账号被冻结7次，而且被外省的公安约谈了4次。这些理由是什么呢？有的是讲什么呢？有的是讲这个银行往来是赃款，有的讲的是涉及这个电信诈骗，有的讲涉及是这个赌博，有些讲涉及的是偷换汇，各种理由啊，各种理由。这条新闻看了以后呢，我很觉得很讶异，因为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你想一下，第一个是执法，第二个无缘无故，第三个现在外贸对中国这么要紧，这么紧张，中国现在在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这个外贸，保外贸，现在其实内需很差，
好不容易外贸起来，你怎么可能政府会做这个动作？但是你看这个动作又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绝对不可能是假的。你说一起2起10起8起是假的，你说这么多网上一大片的喊声，那绝对不可能是假的。你可以去看一些外贸的论坛，里面吵翻了天。现在啊，那我就开始查这件事情。我第一个想到什么？反洗钱啊，反洗钱。反洗钱呢是2006年10月31号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叫反洗钱法。反洗钱法我查了一下，反洗钱法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反洗钱法里面是没有讲谁是负责这件事情的，是没有讲啊。反洗钱法只讲了一个行政主管部门，但是没有讲行政部门是谁。最后我查出来，原来行政主管部门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呢，就是它还有一些规定，就是说，当他发现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去冻结银行账号呢？就是当你调查这个人可能在洗钱，查着查着呢，突然这个人跟银行说他要转笔钱出去，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去冻结他。这里面规定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才能冻结，就是说你要转钱出去，那就要冻结，而且转钱是要转出境才能冻结，而且冻结不能超过48小时，除非你要继续调查。然后，而且人民银行不能自己冻结，他要报警、报案，然后采取临时冻结措施。所以你可以看，通过这些法律、这些规定哈，你可以看这个肯定跟就是反洗钱这件事情，跟这帮这个外贸从业人员被冻结账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你一看这个行政管理部门是谁？人民银行啊，人民银行哪有空去找这些外贸的一些从业人员？那肯定没空。人民银行有一个部门叫反洗钱局，它专门有个部门，它是专门抓大鱼的，抓什么地下钱庄，上来都是以亿为单位的那种洗钱规模的，所以肯定不是这个案子，而且这个案子来自于这些落后的地区，跟人民银行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个放弃了。我今天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怎么去调查这个案子的啊。那么肯定就是说，肯定这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冻结银行账户跟反洗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它调查的对象都是那种大规模的洗钱的活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查一下到底谁有权利去冻结这个银行账号。查完之后是这样，其实你的银行账号很危险，谁有权查哈？公安局、国安局、检察院这3个部门是有权查的，就是叫刑事调查或者是保全行为这是执法部门。然后还有什么呢？法院是可以冻结的。还有谁呢？还有税务局。法院是民事跟刑事保全或者执行行为，保全就是防止你把钱转走，那叫保全。执行行为就是你欠了别人钱，法院把你银行冻结，你不肯把钱划给他，我就把你银行账号冻结，然后直接从里面扣，这就叫执行行为。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税务局税务局有个保全行为，基本上是你看公安局、国安局、检察院、法院、税务局有5个部门可以冻结你的银行账号。那么每个这个执法部门冻结你银行账号，它都有规定，我就不念了它就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反恐怖法、反间谍法、税收征管法都有规定，对这个银行账号进行保全冻结的这个法律规定这是一块就是说对你的银行账号进行冻结，就是这几个部门其他人是冻结不了的其他是没有人可以冻结，只有这5个部门可以冻结你的银行账号。
这是第二个。第三，它怎么冻结呢？一般来说6个月时间长度一冻结就是6个月那么可以连续冻结，也可以在整个刑事调查的案件的过程当中，甚至整个刑事诉讼期当中冻结，甚至可以更长。所以基本上你被这个刑事调查冻结的话，那就是半年，上来就是半年上来就半年大概是这件事情。那么还有涉及到什么呢？如果你的银行账号被冻结的话，那可能你真的会涉及一些刑事案件，你就说你有法律风险。那么就是说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刑事案件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涉及什么呢？涉及的罪名可能是非法经营罪。这个非法经营罪其实是个口袋罪，就是很多行为都可以往里面装往这口袋里面装。其中有一条，你知道做外贸就是说其中有一条，买卖外汇达到25万美元就构成非法经营罪。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被外管局批准的情况下，你在地下钱庄换25万美元，那就是非法营业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洗钱罪、骗取出口退税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普通货物罪等等还有什么传销活动罪等等，这就都有可能涉及都有可能涉及。那么所以呢，就被冻结账号，对你银行账号被冻结呢，那么他承担的法律风险有可能是被行政处罚，有可能是真的是刑事案件，有可能被罚款5万美元以下等等，它有各种罚款等等那么资金被罚没的风险也是有的等等。那我查完这些看法之后呢，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这些法律其实一直都在。那你想一下，如果这些法律都在，而且这些警察都在执法的话，他不会无缘无故突然一下爆出一大堆这样的事情来，他肯定中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什么变化？肯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改变，这些改变令这种案件多起来。那么什么改变？那你想一下，第一，公安，这涉及这个冻结银行账号的都是公安，这第一个。第二个，涉及到的都是异地执法，这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而且涉及都是外贸外贸的从业外贸企业，那肯定中间有发生过一次非常重大的改变。什么改变我不知道，我就去查，结果一查之下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公安部发出了159号令，是2020年7月4号，有一个叫第3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然后自9月1号起实施，时间点很重要。这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这个规定从9月1号开始实施。那我就重点去查什么呢？查涉及到这个办案、异地办案和互联网办案等等这些跟这个有关的内容。一查之下，果然如此，真的发生了。这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他做了这次修改了141次，这141处修改，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修，基本上是个大修那么我讲一下其中跟我们这次的外贸企业面对的情况有关的是几条。第四条他这么说，他说将第16条改为第17条，这个不重要，因为中间加了一条，修改为
针对或者主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器使用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网络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以及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网络信息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和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所在地，公安机关可以管辖。理解什么意思吗？我特地把这个全文读一遍，就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公安局，只要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犯罪都可以管。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按照他讲的这个话套的话，基本上你在西藏也好，只要你在互联网上涉及到犯罪，我都可以去管，都是我的管辖地。以前中国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办案刑事案件的这个处理呢，异地管辖很严格，所以中国的警察呢，异地办案不容易啊，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素，很多权利和利益，所以警察就是公安部，他不鼓励警察异地办案，因为异地办案的问题很多啊。但是你一看这条第16条改为第17条，这个内容就讲得很清楚，基本上只要在互联网上犯罪，谁都可以管，这是第1条。第2条关于冻结啊，第232条改为第238条啊，中间加了6条，修改为向金融机构等单位查询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期货保证金等资金、债券、股票、基金份额以及其他证券以及股权、保单权益和其他投资权益等财产，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通知金融机构等单位协助办理。大家有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只要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就可以了。县以上公安机关也就是县处级单位的公安机关，只要批准了就可以去查询啊。然后第4条，这是一个94条，95条，需要冻结犯罪嫌疑人财产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明确冻结财产账户名称、账号、账户号码、冻结数额、冻结期限、冻结范围以及是否给予虐息等事项，通知金融机构单位等单位协助办理。你看，查询县级单位公安局就可以处理，办理冻结只要县级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就可以了，没说局长。而且你这2项动作，你看哈，只要县处级，你看区公安局就可以了啊，区公安分局就已经是县级，一个市的区公安分局就可以去冻结财产了。而且他不需要正局长，只需要局长就行。而且冻结财产不需要检察院，不需要法院，只要他自己觉得有需要，他就通知银行冻结。所以实际上银行这个警察的这个公安机关的权力非常的大，他想做这个动作随时就可以做。你比如说像市公安局啊，比如说他兰州市公安局，兰州市公安局他一个处长他就可以签了。你想一下是不是？因为处长已经是县以上公安机关了，处长直接签字就能直接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银行账号给他冻结。所以这个警察的权力非常的大。这就是为什么9月1号之后，第一，
便利了吧，是吧？啊，第一便利的，对，第一个管辖权已经拿到了，这第一个，所有的警察都有网上执法的管辖权。第二个，冻结银行账号的这个权利非常的宽泛，就是只要县以上的这个负责人就可以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冻结存款、汇款、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证券保证金等财产期限为6个月，每次续冻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啊，续冻都不知道怎么造出来的词儿啊。然后对于重大复杂案件，经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冻结存款、汇款、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期货保证金等财产期限可以为1年，每次续冻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就是县市一级啊，就是有区的市啊，有区的市应该是地级市啊，地级市。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现在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公安部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修改它的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一个这样的规定。这样的话呢，通过扩大它的警权，提供给警察更多的便利，然后和这个灵活性，然后异地执法，互联网上的犯罪执法，大家都可以去办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条件存在了，就已经具备了，就是公安机关来大量的去办这一类案件，就已经成为可能，在这个修改之前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外贸企业最近大量的出现这个银行账户冻结的原因，从9月份开始的原因是因为9月1号这件事情发生了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么我们讲啊，那后面是怎么发生？为什么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异地办案的这些地方，都是财政非常困难的地方，什么兰州啊、西藏啊、新疆啊，这个我看一下，你看一下，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再往回看，河南、西藏、内蒙、重庆、兰州、云南、西藏这几个地方。这地方都是财政非常困难的。中国一些落后的省市啊，他们有个传统，什么传统？用执法部门去创收。这基本上所有经济落后地区的这个政府部门都有这个传统啊。这个传统，一个是抓什么？抓路过的汽车啊，抓路过的汽车那是最普遍的啊，就是留下买路财啊，这是一个。那么你一看这些地方，这第一个就是发生在经济落后地区，那肯定是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就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那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他执法，他本地得有钱啊，他本地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那就网上找吧。网上找，现在最活跃的企业是什么？就是外贸企业，它其他地方也难呢，它找得到才行啊。那就穿透式执法，你的账号很活跃，我就看见你这账号很活跃，先把你冻起来再说吧，然后就让你来交罚款，就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就是公安部修改了他刑事办案的规则，允许异地办案，就异地办案的空间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互联网上的办案基本上谁都可以办了，大家都去抢吧。那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本地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发生这类案件的地方都是经济很落后。经济很落后意味着什么？本地财源有限，而且
本地也有地方主义啊，所以我办本地，哎呀，还是办外地吧，那就上网找。上网找，现在网络上最活跃的就是做外贸、跑外单的啊，有点钱，有点收入，那就从他们身上下手。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大体上的来龙去脉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是什么？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当然第一个当然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的行为，你可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到两点。第一点，其实在中国啊，大规模违法的并不是犯罪分子，在中国大规模违法的是执法部门。你可以看，就是说你想一下两点，第一个，像这个警察的这个刑事办案的这个叫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个程序规定是由执法部门自己制定，你不觉得这非常可笑吗？所以为什么大家有很多人讲中国不是依法治国？这个是对的啊，这个判断是正确。中国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有些人讲中国无法无天，这不对啊，中国绝对是个法。你不要以为在中国是无法无天，只有一类人是可以无法无天，就是有权利的人，法律对他无效，他可以穿透法律，因为他有权利。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法律绝对是有意义，法律对你绝对是有影响。你想一下，公安部门它的办案的规则都是由公安部门自己制定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对吗？我想有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的权利，我想办到什么程度我就能办到什么程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在中国的法律是什么？法律全部都是治你的，就是治老百姓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没有法律，中国绝对是有法律，而且中国针对你的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完整，而且越来越狠。这是一条啊，这是一条。第二条，地方政府啊，就是说我讲最大规模的违法行为来自于什么？执法部门，就是有法不依，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他们这是执法公安系统明火执仗的抢钱，这就是明火执仗的抢钱。你去看一下这个高速路上，你往那些经济落后的地方看，那也是一样的，明火执仗的抢钱。所以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地方，用执法部门去创收，是地方政府的这个不道德行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可以看到政府的行为，他已经失去了道德的这个支持。一个政府，你基本上你没有法律规定的事情都不能干。对于老百姓应该是这样，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我都可以干。法律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界限，一个界限是什么？政府所有的行为后面必须法律支持，而这个法律又是通过民意代表通过的法律，你才能够意味着什么？就是政府每个行为都是得到人民同意和授权的。所以你可以看美国政府，他每一个行政命令，美国总统每一个行政命令，他都会讲得很清楚。我这件事情根据什么？我的法律根据是什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这个决定有法律依据，有目的，然后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他清清楚楚，每一个行政命令都是如此。中国政府不是，中国政府你可以看，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胆大妄为，明火执仗，就是这样子干。就是说他没有法律依据，老百姓他权利，就什么叫人权？这就是人权。
这就是人权。人权并不是在天上，这就是人权。这些人，这些做外贸的这些企业，就是被侵犯了人权，被侵犯了财产权，就是这个。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你可以看到啊，我最近经常讲的什么？讲这个中国是精致的独裁政权啊，专制独裁政权。精致的专制独裁政权讲的是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什么？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开始做一系列的动作。什么动作？就是把他很多就是原来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没有条例规定的东西全部法制化，就是原来就是一拍脑袋一拍大腿就这么干了，现在呢把这个行为呢变成一个个法律条文啊，变成一个个法律条，变成一些条例，变成一些规定，变成各种各样，梳理的清清楚楚。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就是精致的专制独裁政权。另外还有一块什么？就是利用什么？利用现代科技。利用现代科技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监控体系，比如说社区网格化管制体系，比如说这个监控啊，就是这个穿透式的银行系统穿透式的监管，比如说这个大数据的各种分析啊等等，就是利用所有的现代技术，强化它的这种管制的方式，让这个方式更有效率、更精确、更精准，就是要打击你真的打到你很要害的部位。就是这两条，所谓的精致的独裁专制政权，讲的是它现在的发展，它现在升华了，不是一竿子就死啊。它越来越强大的原因是它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就算是这些偏远地区的公安，他也可以利用他们后台的这些系统工具，很快的能够把这些沿海地区的这些做外贸的从业人员抓出来，冻结他的银行账号，让他到我这儿来找我，打电话通知你要到兰州来，你的账号500万给冻结了，你要来跟我们交代你的这个赌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干什么？来创收啊！这就是我说的，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这所谓的精致的独裁专制政权的特征啊，这3点。好吧，我们今天就向大家报告，就关于最近这个外贸这个企业的这个银行账号被冻结，我就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由于公安部放宽了互联网的这个执法，放宽了异地执法，然后就出现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地方政府不仅仅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就有这个传统，利用执法部门去创收，这是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创收的行为。而最近最活跃的企业就是做外贸的这帮企业，所以他们就把目标盯住他们，这就是结论。好吧，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今天的调查结果啊，虽然今天这个川普总统和这个拜登正在进行这个网络这个电视辩论啊，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把我的节目做完，因为我对大家有承诺，我们到时候得出现在大家面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我也解释2点，第一点就是关于星期天休息的事情啊，我就不再多解释，我只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从这个星期就开始啊，从这个星期开始，就是美国北美时间的星期日啊，我们就没有直播啊，但是我们上午跟晚上，上午我们会上传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往期的会员专享节目啊，就是历史数据啊。那么有网友问，你这样的话不等于我们所有的这个会员视频都公布了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他说你很快就公布完，都公开完了吗？不会的啊，因为我们每天还在发生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把若干个月，基本上是若干个月之前的视频拿来公布啊，就是说这是有一定的间隔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是征求了广大会员的意见啊，广大会员基本上都同意，所以我们才这么做的啊，所以要跟大家做一个交代。这是上午啊，晚上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剪辑过去直播里面的一些精彩片段，我们把它剪出来，那么给大家就是重温一下啊。有些精彩片段不一定每个网友都看过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星期天虽然我们没有直播，但是我们还是会正常的提供视频给大家啊，大家也可以按时上来看啊，但是就是没有直播，我们就没办法互动啊，所以我跟大家做个解释。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网友问这个小熊猫穿的是什么衣服？这不是衣服，这是眼镜布啊，好吗 ？OK， 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论啊？明谢周礼庚，谢谢 Chloe， 谢谢三门高，谢谢王老师。昨天看到一句话，曾经以为现在的朝鲜是我们的昨天，原来那是我们的明天，很感伤啊。我也看到这句话啊。Rainy Man， 谢谢蔡海宁，谢谢。好，情况，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将于10月4号到8号访问日本、蒙古和韩国。国庆期间会很精彩 ，OK， 访问日本哦，去日本了，OK， 去日本我知道是干什么，是参加四国会议啊，Quad， 现在他们念 Quad 啊，然后就访问蒙古啊，蒙古、韩国啊，那是有点意思啊，这3个国家是有点意思。提问，像这种财经困难地区的警察肆意掠夺外贸企业，那么外贸企业所在的相对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一点反应都没有吗？账户被冻结会直接影响企业运营，影响企业所在地的 GDP、税收、就业。那当地政府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估计会采取行动的了啊，会采取行动的了。观点，对外贸企业动手相当于杀鸡取卵，犹如几年前的环保执法，化工厂被关停，猪圈被强拆，等发现经济上不去了，现在再想办法给这些行业做人工呼吸。这个还不一样，这个那个几年前的环保执法是全国统一的，就是执法是当地执法部门或当地环保部门去对当地的企业进行执法，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典型的海盗行为，就是抓其他地方的外贸企业，当地政府，你想一下，这是公安局干的事情，当地政府就通过这个能够挣钱，这是非常无耻的一个行为啊！就明火执仗抢外地的企业啊！那个这个非常非常可怕啊！观点，以前钓鱼执法抢钱，现在是依法抢钱，现在不依法抢钱，现在是明火执仗的抢钱啊！情况，人在泰国，身边的上海朋友国内招行银行卡被冻结，打电话问说要本人到开户行补充资料，现在人回不去，这是要饿死人的节奏。
情况，王老师，中国没有法，都是一个个政策制定来办事，镇长一个，区长一个，上面拍个屁股决定一个想法，就代替了法律法条法。这个政策的保质期的几个月久，就如同一年半载，老百姓就是被玩弄，亲身经历苦不堪言。非常正确啊，这就是你没有选票的后果啊！所以经常有人讲啊，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啊，民主是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你饭都没得吃啊。情况10几年前，有位大哥做服装生意很成功，在西部某省有他们品牌的加盟店，结果当地法院直接宣布加盟店违法，公安法院一路杀到杭州，要求从公司账户扣罚款。可问题是，加盟店和服装公司根本不是一个法律主体，就是硬抢。情绪，每当听到电视、报纸上说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国家机器集中老百姓的利益去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非常正确，非常正确。观点：今年3月份起，中国境内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办理需要经过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3个部门审核通过才能办理。以前这个证明只需要所在地的派出所就能办理。无犯罪记录是申请出国和移民的关键材料，我觉得这很有可能被用作对于出境人员的控制。像以前人在国内挣钱，但是申请外国国籍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以后申请出国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是透明的，非常正确。在这个方面他们很有经验，共产党做这些事情那手到擒来，非常的熟练啊。观点：小时候看少年报有一个连载名叫《讲话国历险记》，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讲话国，从上骗到下，从下骗到上，讲真话就要进监狱，真的讽刺，非常正确。在中国，真话是会让你进监狱的啊。提问：这些被冻结的外贸企业大多是民企吧？国企外贸他们敢动吗？还是通吃？那我不知道，反正这些外贸企业大部分应该都是民企啊。国营的外贸企业很少，国营很少有外贸企业啊。为什么？你想一下，真有生意，国营企业的人直接把单接了，跑到外面去炒单去了，对吗？你说是不是？情况，我和同事都被冻结了，我们都是在海外挣的辛苦钱，因为汇款回家的渠道太难，都选择钱庄。钱庄在国外是合法的，被冻结的钱提供一个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备注，涉案资金，办案人是新蔡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真是明抢，就是这样。这就是河南嘛，河南新蔡县是吧？情况，参议员 Tom Cotton 今天提出一项法案，将剥夺中国过去20年来永久最惠国待遇。如果法案通过，国会将会每年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个原来在 Clinton 时代每年最惠国要通过一次，那就是每年要过关。所以那个时候，我讲那个时候江泽民跟朱镕基被 Clinton 玩于掌骨之间，这边是最惠国待遇，这边是超级301，超级301跟最惠国天天搞这个，搞到最后什么又是 WTO 啊，所以基本上玩这个。所以中国的应对是什么？抓魏京生啊，抓这些名誉人士，然后就是你过了我就放2个，过了我就放2个，就这样。王老师，你说错了 ，CNN 有很大的偏向性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我不会说服你，我知道你不会被说服，就像我不会被说服一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好吗？所以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行吗？
我们有很多问题不需要讨论，就是说，比如说，你对我的看法，你不需要在我这里讨论，你也不需要在这里讨论，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我的问题。你有不同的观点，你可以讲你不同的观点，这个没问题啊。但是我不需要在这里讨论我的问题啊，你也不需要说服我，好吗？问题，王先生请教：一，从哲学上来讲，没有制度是全对全错的，民主比集权更好，毋庸置疑，可以说是一种制度100%错误是不科学的。我去过很多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发展参差不齐，甚至导致经济倒退，所以 CCP 的制度还是有可取之处。这个问题呢，我还是那句话，你死活说一堆屎里面还有剩余营养，这个话倒是没有错啊，这个话没有错，屎里面的确是有剩余营养，人不可能把屎里面的把营养全部吸收完毕，所以你就说因为这个屎里面有剩余营养，你非要去吃这坨屎，我也不拦着你，你说呢？所以你说 CCP 的制度有可取之处，和我说那坨屎有剩余营养是一样的道理，好吗？所以我也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 CCP 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啊？我不想讨论，因为这个制度饿死了数以千万的人口啊，在这个制度之下有无数的生命横死，所以这个制度是个罪恶的制度。你说它有可取之处，我说屎里面还有剩余营养，还是客气了，好吗？因为我可以说更狠一点，但我又怕你受不了，所以我就不说了，行吗？观点：中共自成立时就是随时随地随意剥夺私人财产和生命，现在和1949年前的区别就是一张所谓的法律的画皮，非常正确，非常正确。他们和49年之前的区别就是，以前它是非法的，现在它是合法的，它是执政党啊。情况坐标正轴，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层民警和协警，也就是利用各种机会捞钱。今年5月份，朋友因为打架进拘留所，要进行体检、核酸检测，大约600块钱，负责民警故意不告诉费用是由国家负责，让朋友自行承担，然后再把这笔费用套出来。同一个拘留房间8个人，有6个是自费。在送朋友去拘留所的车上，朋友亲眼看见协警在和他们自己的群里交流经验，说妈的，碰见一个穷光蛋，身上就破小米 2S 不值200块钱。这就是一帮流氓。情况：以前接触网警，一个3线城市的网警支队，一年的业绩是几个亿，一次进去抓几百人回来，告诉诉不了你，然后就延长拘留，等你交钱起诉，10万到50万保释金，这钱不退。一年要几个亿哦，比我想象的要挣钱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鸣谢一下 Sophie 萌，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